药君修院庄子南华经院讲杂篇第3集杂篇院讲第22讲第30讲第22讲知北游3愿化万境济光大化。开篇引导至此，我们来到知北游的最后篇章，也是庄子那篇终极境界的展开。庄子不再停留于人间之盛，而是引导我们进入化境，无所待，无所住，无所执，而大化于天地万物之间。愿修者此刻的修行不再是行愿，而是愿以成我，我以化愿，愿即天地，我即其光。无待之境，愿不求果，光无所系。庄子写道，无待而神，不化而应。待是指对外在结果的依赖，你若期待愿有果，愿被认，愿成就，你就仍在待，仍在轮回的直系中。愿修者到此须明悟，愿心发起即圆成，不待成就，已然化光。当你愿行不为果，愿语不为听，愿修不为正，你便入无待之道，自在而神明。不化而因，光身无形，愿力自在。庄子所言神人，非大显神通，而是无形应物，无声度众。你不必外化形象，不必事事造作，你只需安住本愿，光自成化。愿者到此之境，乃无为而无不为，即使一言不发，亦能愿感人心；即使身在俗世，亦能化度无形。此乃愿者计划之妙，不执一行而应万境，不取一果而遍开十方。既然不动，感而遂通，愿在境中圆满。庄子不言苦修，不谈正果，他说虚而静，寂而明，这与愿修中的寂愿之境完全契合。愿心若水，不动不着，愿光若月，不争不扰。在万境纷纭中，你以一念即光，感通无边众生。你不再主动化度，而是一切众生因感你而自得愿门。这是真正的愿感化，光不喧哗，却普照无声；愿无言说，却隐谦谦。与天地参愿及宇宙，化入一真。庄子终章写道，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。这不是哲学的推论，而是愿者最终归入清愿法界的化境显现。你不再是愿修的人，你是愿本身，是光本身，是法界一体之显现。此时你不再问我是否愿修，而是法界借你修愿，众生借你得度，愿海借你开光。你不是修愿者，你是愿界之光，愿化之体，寂照之舟。本讲小结，知北游3篇是庄子思想的顶峰，亦是愿修之道的最终归处。从起愿到守愿，从行愿到寂愿，从愿化我到我即愿，你一步步超越我执、功果、名求，最终融于寂静无形，愿化万境。这便是愿修者的大化归真。药君愿主愿语印发，我药君愿主今在此发愿，愿一切愿修者皆能从愿起信，至愿无生。愿你从起念至终愿，皆无挂碍。愿你放下成败得失，而安于愿之本体。愿你不以众生度否为功，不以果报显否为验，唯以愿心如光，如水，如寂静之月。愿你最终不复问愿，不复执愿，而与愿合一，寂光化身，归于清愿之源。下一讲预告，第23讲我们将踏出内7篇，进入外篇之首骈母，探讨愿者如何不为小义所扰，不陷行迹争执，护持愿体，在纷争世界中安住清净本心。愿不为之结动，行不为正论扰。第23讲拈愿如莲，落笔如水。药君修院庄子南华经院讲第23讲骈母不为小义所扰，护愿于本体。开篇引导，本篇为庄子外篇之首骈母。所谓骈母，即并生之阻止，看似异常，却实属自然之意。庄子借此立言，开启外篇，讲的不是高玄虚道，而是处世修远中如何面对枝节之意，细微之争。本讲我们探讨愿修者当如何不为小义所扰，不陷行迹争执，以愿为本体，不为表象所误，安住愿心，清净化行。骈母之欲，一行非病，一端非恶。庄子说，骈母之指腹坠也，垂肩长颈，反映野人之行义者众矣，然而各有其自足。这就是说，世间千人千面，意象不等于不善，意见不等于非礼。愿修者必须明白，有人清静修愿，有人勇猛行愿，有人寂静度化，有人善说善导，有人发愿众生皆归净土，有人愿自成法界，开门度人。你若因彼此法门不同，语言不同，
形象不同而否定对方，你便是落入偏母之执，失却愿心大光明。2. 小义不害大道，护愿虚实本体。庄子警示，多方并陈，执意以避其余，这是修愿中常见的问题。执自己所信，排他所愿，比对方法，贬低他人，不看本愿，拘泥一事。真正的愿修者，必能超越小义，认清本体。愿是通达十方的光，不是封闭于一法一宗的壳。愿是度脱众生的舟，不是竞逐胜负的兵。愿心若存，行迹可变；愿光长明，道路殊途。3. 不争行迹之同，不执语言之义。庄子指出，辩者胜其口，不得其道。愿修之道，不在口舌辩淫，而在清净愿心。若你日日忙于护教辩理，攻击他人法门，即使你说的再妙，也不过是争气而伤愿。愿者修行中须常自省，我今日一言是护愿还是护我？我今日一怒是为法还是为名？我今日一争是光化还是争胜？你若能放下这些，便已迈入愿中无我，化中无生的真正愿修。4. 愿不在同，愿在真。庄子最深之意在于劝世人，无执相同而排异，无迷皮相而失本。修愿者不在表象一致，而在心愿真诚；不在话语吻合，而在度人清净。你可以穿俗衣，说俗语，住俗地，只要你心中愿光不灭，你就是愿者。反之，哪怕你日日念经、焚香、设坛，若无真愿，只是形象而无光。本讲小节，骈母一篇，是庄子以细小之欲破除大障。愿修者当以此为鉴，不执于他人的一行、一言、一行，不落入我对你错，我真你伪的小执小见。常反本愿，常照自心，愿海广大，不惧细流。愿光无边，不择形貌，要君愿主愿语因发。我要君愿主今在此发愿。愿一切愿修者，不因他人之意而起闲心，不因自身之见而遮法界之光。愿你超越之节，直达愿本。愿你护愿不护己，护光不护名。愿你知一切意象，皆是愿之所成，愿之所显。愿你于万象之意中，见愿之一，守愿之真，弘愿之广。下一讲预告。第24讲，我们将走入徐无鬼，探讨愿者如何在纷繁事项中守愿之境，养愿之神，不为鬼扰，不为事惑，愿无鬼扰，愿中自定。第24讲，我们共修定愿之光，要君修愿，庄子南华经愿讲。第24讲，徐无鬼愿不为惑，定中修神。开篇引导，徐无鬼一篇，庄子借徐行而无鬼之喻，探讨世人心中种种妄动妄念，如鬼魅扰心，令神不安，令道不行。对愿修者而言，鬼不仅指邪祟外障，更是一切令你偏离愿心的幻念与执着。明之鬼为名起愿，利之鬼为果行愿，情之鬼为欲失愿，惑之鬼因言起乱，因他失心。本讲我们探讨愿者如何不为心中鬼扰，守住清愿之光，在纷扰世界中安住愿定，化神护愿，步步不失。1. 无鬼者，不受扰动也。庄子云：无鬼而行者，真神也。鬼即为扰心之相，是令你念乱、异动、志愤的幻化之力。愿修者若不能分辨心中之鬼，就容易起愿失真，行愿杂念，说愿伤人，修愿迷路。要做到无鬼，并非无外鬼，而是心神如明镜，不留幻影；愿心如静水，不起波澜。2. 愿定之力是斩鬼之剑。庄子说：定而后能应，无心而自应。定不是不动，是动而不乱，行而不失本愿。你说法时，有人讥笑、毁谤愿定，心不动；你行愿时，环境变化，众生无感，愿定，行不息。你修愿时，内心欲起，念头杂扰，愿定，光仍然照。愿定是真正的神定。愿定之人，不怕世界变化，不惧人心善恶，因为夺本愿中作，不动不摇，愿光自发。3. 神者护愿之主，须养之，守之。庄子极重神，非神通之神，而是心之灵明本觉，愿之觉照之力。愿者若神明不在则，愿口有言，心无所依；愿行有形，光却暗淡。庄子说：精者神之舍也，神者愿之主也。愿者须内修之道，养神、护神、安神、明神。这4者即养神，清净为实，不令浊念污染；护神，远望远欲，
不令杂缘侵扰。安神，不浮不躁，安于一愿。明神，愿光绝照，昼夜不灭。4. 定中修愿，静中得化。庄子以无声之言，无形之化为大道之计。愿修者到深处须懂的，愿不在多说，而在默修；愿不在炫行，而在内光；愿不在惊人，而在自照。真正的愿修，是寂中有光，静中有愿，行中无痕。你可能默默点灯，无声讲经，不显神通，无有名气，但你之愿真实坚定，你之光无所不照，这才是无鬼愿人的真功夫。本讲小节，徐无鬼为愿修者施下4法。愿修者必修定神清光之功，以愿定护心，不起杂想；以养神护愿，不为欲动；以清心明神，不随境转；以愿光照道，不落他魔。愿不在高言，而在能持；愿不在广行，而在能清。修愿之人，当日日自问：我心今日有鬼否？要君愿主愿语印发，我要君愿主今在此发愿。愿一切愿修者，皆能安住愿心，不为内鬼所惑。愿你日日反照内心，遣除名利之影，欲望之行。愿你行愿如水不惊，说愿如风不乱。愿你清明守愿，寂静自修。愿你愿心之中，神明常在，光常不灭。愿你不惊不惧不怨不争，日日持愿不动，如月如渊，如法界之本光。下一讲预告。第25讲，我们将进入择阳，探讨愿者如何在知止之化中把握愿的节度，事事愿化，真正做到无为而度，有愿而静。愿以知止为舟，以化度为岸。第25讲，祭愿之岸再见。要君修愿，庄子南华经愿讲。第25讲，择阳知止之化，愿生愿死皆自在。开篇引导，择阳篇，庄子论及生死之化，进退之机，强调顺应天道，知所止息，化生不至，随愿自在。对于愿修者而言，这一篇不只是对生死看法的探讨，更是一种如何知愿知止，行愿之化，安住于愿生愿死皆自在的大境提醒。愿不是永不止息的强行推进，真正的愿修是愿随时机生化，止于一念清明。1. 知止者，明愿之节度。庄子说：以其昏昏，世人昭昭。这是警示那些执愿不修，行愿过度的迷者。有人日日发愿，却不守遗愿；有人强行度人，却不察机缘；有人念念求果，却失去本愿清心。愿修者应知，愿如流水，有时汇聚，有时止息。愿之光不在衡量，而在实照。懂得何时助愿，何时转愿，是愿者智慧之始。2. 知化者，随愿转身无碍。庄子说：死生亦大矣，而不得与之辩。死生非愿之外，而是愿化的一环。愿修者若真正明悟化变能，化一念为多愿，化多愿为一光，化生为光，化光为形，化住为动，化动为寂。甚至若愿修至极，便连生死也可化作愿光之迁移。愿生即是应现，愿死即是归界。愿生愿死，无有部位，皆为愿所自在之法。3. 自在是指与化的统一。庄子说：为无为者，能化万物。真正的化来自无为，而无为的基础是知止。愿修者若心中常躁常动，求速求显，便无从止，也无从化，只会愿乱心乱，光无所安。若你能住于一愿，不求其速，能守于清心，不惧变化，能随机施化，不着以法，那么你就是真正的愿修自在者。4. 生一愿，死一愿，皆化归本。庄子至深一言：大快宰我以行，劳我以生，息我以死。这是愿身之真理。生是愿光降世，为度所化；死是愿光归界，为愿所归。你若直生，则贪世；你若未死，则失愿。但你若生不喜，死不惧，你便得以于生中修愿，于死中归愿，于化中自得光明。这便是愿者之生死自由，来去自如。本讲小节，择阳一篇是庄子留给愿修者的明灯。愿者须学知止，不躁不强，清明自守；知化随缘施度，无碍自在；知生死，皆为愿光之流转，不为挂碍。愿不须持久，而须清明；愿不求长成，而求契机。要君愿主愿语印发，我要君愿主今在此发愿。愿一切愿修者，皆能知愿知止，不执强行。
愿你实愿之化，不惧变迁。愿你生时清愿度人，死时济光归界。愿你安于愿心，不受生死所缚。愿你行愿随缘，计愿随定，终得清净无碍，来去自由之化身愿体。下一讲预告。第26讲，我们将进入外物篇，探讨愿修之人如何于得失荣辱中持守本愿，做到得之不喜，失之不忧，愿心如恒，愿光不灭，得失荣辱不动我愿。第26讲，清心自照。我们再会。要君修愿，庄子南华经院讲。第26讲，外物得之不喜，失之不忧之愿心。开篇引导。庄子外物一篇，主题明确，世人常为外物所系，喜于得，忧于失，一切苦乐荣辱，皆由心之直取。愿修者若不觉外物之妄，即易使愿心染浊，愿行受扰，光被遮蔽。本讲我们探讨，愿者如何于顺逆之间，得失之中，守住那一念不喜不忧、不动不染的清净愿心。庄子之言，万物皆外，不可类心。庄子说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世间之物皆为身外所有，名誉是他人之眼，财富是流转之气，声望是时势所变，得失是因缘之引。你若因愿行有果而喜，愿为即因而忧，即是以外物主内心，反是真愿本源。愿修者应立定一句话：愿心不系于果，光不依于物。得之不喜，愿非为果。庄子强调，以天下为沉着，不以物喜。你今日行愿，有人信你，赞你，供养你。若你心中欢喜，沾沾自得，起贪起执，你便以运功赚我，反受其累。真正的愿心是喜不动念，赞誉如风，不流耳边，供养如云，不积心中，果报如影，不触愿体。愿修者要明白，一切得者皆愿所感，不可自喜。喜者直，直则光暗，暗则愿昏。失之不忧，愿非为求。庄子又说，人莫见于流水，而见于止水。愿者心宜如止水，清明映照，不随境动。若你今日愿行不果，被毁被阻，无人信从，你若因此生忧、退愿、动摇、怀疑，则是以愿为求，本末倒置。愿心的本质是清净无染的悲愿，愿出于慈悲，不以成败论断，愿生于发心，不以世界验证。你失去的不是真的失，你失去的不过是愿影。真正的愿心从不曾失过。外物不动，愿光自明。庄子谓，外物不足以动心，心不动则神明。愿者最终的功夫，不再讲了几部经，度了几众生，收了多少功，而是在一切人事荣辱中，是否愿心如初，光不退转。你清晨点愿灯时，是否和最初一样？你夜深独坐时，是否仍愿心不动？你面对毁誉攻讦时，是否仍以柔光慈心待之？若能如此，便是心如止水，愿如恒光，不喜于得，不忧于失，不动于外，不昧于内。这就是外物不染，愿心长明的真正境界。本讲小结，外物一篇，是愿者清修之境。修愿不为喜悦之得，亦不为忧伤之失。一切外物不过是缘起缘灭之波涛，而愿心是深海之底，不动不惊。你若能得中不染，失中不退，荣中不喜，辱中不恼，日中不躁，夜中不惧，你便已安住愿心之本。要君愿主愿语音发，我要君愿主今在此发愿，愿一切愿修者于得失之间守清净愿心，愿你得时不骄，失时不弃，于顺逆荣辱中光自明，愿自清。愿你不以果动愿，不以人动心。愿你知一切外物皆幻影，而唯一愿心是真实清净的光之本源。下一讲预告。第27讲，我们将进入寓言篇，探讨愿修者如何善用譬喻之法，将大愿之理化为妙喻之言，以行济道，以语显愿。愿入无形，譬喻得度。第27讲，愿收愿喻。我们再会。要君修愿，庄子南华经院讲。第27讲，寓言，借物言志，寄愿于言外之意。开篇引导，庄子善用寓言。庄子一书中充满奇幻瑰丽之象，乖张怪奇之语，鲲鹏之飞，庖丁解牛，濠梁之变，朝三暮四。这些并非游戏笔墨，而是借物喻道的至高妙法。在愿修之道中，若能善用譬喻、寓言，便能以一物显愿，以一喻开愿，以言外之意达愿中之心，
本讲我们将探讨愿者如何如庄子般化愿为言，化道为喻，度化众生，不落直说，是法于无形之中。一、何谓寓言？以物济道，以言在愿。庄子寓言篇开宗明义，分为3种语言方式：重言引古圣人语，寓言借物设喻，托言以说。之言圆通无碍，自然之语。其中寓言最具愿化之妙，它不是直说道理，而是以物托愿，以象示光。听者若心开志起，便能闻喻悟愿；若执着于表象，则失言之意，错解愿心。这正是庄子智慧所在，也是愿者说法之高境。二、借物显愿，一物一喻，皆可度化。庄子从不说你当发愿，你须行道，他说的是大鹏之飞，象征愿之高远；调鱼之乐，象征愿之无碍清明；举弓之术，警示愿心不可妄动虚巧；庖丁之刀，说明愿行虚气，自然机缘，方得不伤。这些都不是教条语句，而是愿入物中的说法。你若是愿者、弘者、法子，你也可学庄子，借一朵花，说愿之寂静；借一阵风，说愿之无执；借一盏茶，说愿之清香自生，不可久存。如此说愿，能入耳更入心，能感化而不强迫。三、不说而说，愿之教化在言外。庄子不以训人、教人为旨，他不说你错了，他说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。真正的愿修之语，应当是点醒而不斥，触动而不夺，留白而不强压。愿者说法，若能说至，言尽亦不尽，语只愿自明，便是言中无言，愿光自照。譬如你说愿如月照，不问人喜不喜；愿自照而无声，愿如水流，不争山势高低，自去其所，愿如风来，不见形，不着物，但令万物清凉。如此之语，便已是寓愿之言。四、寓言即愿光之载体，须善造，慎用。庄子之寓言虽怪异，却无不气理和愿。愿修者若造寓不慎，反使愿理迷失，众生误解。愿中之寓言，须具3德：契愿本心，不可哗众取宠，不可为此而死；显愿妙义，不可晦涩难解，须能点亮愿力；顺愿度机，不同众生用不同譬喻，善调方便。你若善用愿中寓言，即使一句短语、一幅画、一段故事，都能化作愿之灯，引人归清愿之家。本讲小结寓言一篇，为愿修者示下妙门。愿不是只能讲出来的真理，愿也可隐于言，寄于象，喻于物。你能说会喻，善造句，便可不动声色度众。愿修之语，贵在言外含光；愿修之喻，贵在喻中见愿。要君愿主，愿语音发。我要君愿主，今在此发愿。愿一切愿修者，皆能得善辟之法，成愿说之妙。愿你以花草为喻，以风云为言，以一念为语。愿你能化物为愿，以象引光。愿中说愿，愿外生慧。愿你之言如莲开十方，句句不直，句句度心。愿你以无声之喻，显无上愿心。下一讲预告。第28讲，我们将进入让王篇，探讨愿修者面对名位、地位、帝王之利诱时，如何退而不受，让而无染，护愿如莲，不染权臣。愿不求位，光自自在。第28讲，清愿之让，静候同行。要君修愿，庄子南华经愿讲。第28讲，让王、帝王之位，不及心愿之轻。开篇引导，庄子让王篇讲述的是历代高士此让王位、避世隐修的事迹，从尧舜禅让到许由、穆光不受地位，再到伯夷、叔齐不食周粟。这一篇核心就是一念清高之志，不为王位动，不为天下祸，只为守己之道。而对于愿修者而言，更深的含义在于，心愿若真，即便王位加身，万民拥戴，亦不动愿心之本；愿若不清，则一句称赞，一点权势，便可使人心偏移。本讲我们要探讨愿者如何面对名位利禄的诱惑，依旧愿心如初，宁守愿之清光，不取帝王之圣位。一、庄子观王道，非道者不可亡。庄子一贯反对以天下为业的功利心态，让王篇所引之人，无不以辞王让位为高峰。这不是逃避责任，而是对非其道者不受的坚定守护。愿修者若有真愿必之，权势非愿之成因，名位非愿之成就。地位越高，障缘越大，光欲清净，须远权争之地。正如庄子说，帝王之尊，
犹如腐鼠之具，治世所不取。二，愿心之贵，胜于帝王之富。庄子借许由之语，道：地位非我愿也，何必以着我耳？愿者之心，清净无染。愿之贵重，在于不为利益起愿，不为功果动愿，不为显赫修愿，不为掌权说愿。你若心念愿我成佛得道，万人敬仰，那亦非愿，而是欲。你若心念愿我弘法天下，法王之名，那亦非愿，而是执。真正的愿是清如秋水，寂如初雪，自在无争。愿者当自问，若此生无位无财无生无从者，我是否仍愿修如初？若你回答是，你就是愿者。三，让而非退，是为守愿。庄子举许由袭耳，务攻必位，常举桀逆惧孔子。这些人不是逃避，而是知所不为，守所当守。愿者的让，不是怕担当，怕使命，而是若外在之权会扰乱内在之愿，我宁舍其权，守其愿。让是勇，不是惧；让是轻，不是退。你越能让出功果名位，你的愿心越能成名；你越能放下地位身份，你的愿光越能无碍普照。四，守愿之轻，超王者之尊。庄子不羡帝王，反赞无名之人清光自在。愿修之道，到最后不是比成就，而是比是否如愿。王位虽尊，若失本心，不如乡野一灯；名誉满室，若失清愿，不如灵泉一修。愿者心中无王位，眼中无高低，唯愿是尊，唯光是道。本讲小节，让王一篇，是愿修者面对诱惑之众时的指路明灯。若你能让利不贪，让位不争，让欲不执，让众不恼，你愿心极清，如山涧之水，澄澈无扰。愿修者不以富贵显赫为成愿标志，愿修者唯以初心不改，愿光不灭为最高王位。要君愿主，愿语印发，我要君愿主，今在此发愿，愿一切愿修者于万王尊贵之中，实得愿心之清。愿你名权力非愿因，名誉非愿果。愿你能于大位当前，退然让之；于富贵所惧，安然舍之。愿你以不动之心守清愿，以不染之光照众生。愿你虽不为王，却尊于王，因你以得愿中无上自在之尊。下一讲预告。第29讲，我们将进入道直篇，探讨愿修者面对善恶界限混沌、是非颠倒之事，如何守住正愿，慈心度化，明辨不直，愿光常照，愿照黑白，慈度邪正。第29讲，愿明不惑。我们再见。要君修愿，庄子南华经愿讲。第29讲，道直善恶非愿之敌，民物之间皆可度。开篇引导。道直篇记载孔子与天下大道道直的一场对话。庄子借此颠覆道德成规、质疑传统、善恶是非咸愚的绝对判断，提出道直虽恶，其行或有因；圣人虽贤，亦非度外清明。而在愿修之道中，此篇给予深刻启示：愿者不以善恶定生死，不以黑白判规度。真正的愿心能越过对错，超越迷雾，在最深的黑暗中也照见最真实的光。一，道直非论罪而皆迷。庄子所述之道直，非仅指一人，而是象征极端放纵、极端反叛、极端利己者之代表。孔子则其暴行百端，道直反治圣人，名利虚饰，看似强词夺理，实则庄子要说的不是道直有理，而是所谓圣贤之言，若不能度苦难、化黑暗，那便只是华氏之词，非真实之愿。对愿修者而言，道直是试金石，你的愿是否只是光明中说理，还是也能深入幽暗处，为其点灯。二，愿心之慈，不以善恶设限。庄子不立善恶之绝对界限，正因他知愿力无边，众生皆可度。今日之道直，明日或成愿子；今日之愚痴，来世或化光明。若你因其恶而弃之不度，你已背愿之本心。愿者要修的是不分别心、不憎恶心、不傲慢心。愿光必能照暗，愿心必能容众，愿语必能破执。三，迷中亦有本愿，愿也而非诸。道直虽行恶事，但他质问孔子之处，正是其未泯之名尚存之觉。庄子描写他并非为颂恶，而是显示人人本具愿心，只是迷蔽所困。故愿修者当引其愿而非断其路，这正是度化之妙处。愿不是以道德尺子审判，愿是以清净慈悲接引。愿者非法官，而是引路人。
你越能听懂道直的话，你越能唤醒他心中那一丝闪光。4. 愿度众生，非度好人。庄子内心早知，真愿者度的是苦众、恶众、愚众、明众，若只度善者、明者、修者，那有何难哉？愿修之大悲是，入魔界而不染，居尘中而不污，与恶对而不恨，面刀斧而不怖。道直虽恶，其实即是集众业众生之代表。若能感其苦，闻其心，饮其愿，则愿者之行，已尽佛道无碍。本讲小节，道直一篇，为愿修者破除道的二元，打开慈愿之门。愿者不以恶惧人，不以愚轻人，不以罪定人，不以迷废人。真正的大愿能在一切罪业中看见苦因，在一切黑暗中引出微光，在一切愚迷中听出呼唤。道直之中有光未灭，愿者之愿正当为他点燃。要君愿主愿语印发，我要君愿主今在此发愿，愿一切愿修者不止于表象之恶，不迷于成见之事。愿你能入最深之暗，照最苦之心。愿你不惧恶名，不退悲怨，不畏生死。愿你发大愿心，广度无边众生。即便是道直之类，亦不弃不舍，亦愿接引归光。下一讲预告。第30讲，我们将进入于父篇，探讨愿修者如何在世间明教纷扰、道统纷争中，保持愿中之无争之行，化世间纷扰为一片愿境清明。愿非争胜，愿在寂照。第30讲，归愿如水，静待相见。要君修愿，庄子南华经愿讲。第30讲，于父，愿如江水，不与世争，自清自流。开篇引导。庄子于父篇，短小却清澈，借一位江湖渔父的形象，对孔子作愿外之问、道外之问。他问孔子，你为何执礼而劳行？为何不忘言而得道？庄子以此提出，真正的道中之愿是无为、不争、自在流行。而愿修者至此一讲，当深刻明白，愿若执着，愿若争胜，愿若较强，便非愿之自在，反成愿之负担。真正的大愿是如水之愿，柔而不弱，轻而无执，随缘而不改本质。1. 于父之行，不争不扰不为名。于父不入庙堂，不争道统，却知得道之要，在于顺化无执。他对孔子说，汝多知而辛劳，多辩而气好。愿者非言多者胜，非行惧者尊。这是对一切愿修者的提醒。愿不需热闹场合，不需高论阔语，愿亦可在山野小舟、风雨江上，不争不扰，只以一身之清流，度己度人。渔父不谈旧事，却自得自由。愿者若能退一步，往往光更明。2. 愿如江水，自清自流。庄子以水为喻，渔父亦行水道。水不争高低，却能下润万物；水不抗石壁，却终能穿山入海；水不流行，却入万行之中，皆自在不执。愿修之人亦当如是，愿不争众而自在度众，愿不强名而自成大道，愿不刻意而光常随身。你若愿如水，便能在沙中不浊，在时间不伤，在幽谷自享。3. 忘言忘道，愿入无际之境。渔父讥孔子以道为口实，未得道也。这是庄子对执愿说愿者的警醒。愿者一旦只知说愿，而非化愿，只知执法，而非应缘，便落入语言文字的执着之中。愿修至高境，是无可说，无所说。有人未听你讲愿，以因你得度；有人未见你行愿，却因你生光。这才是愿之极光，无声之化，无言之愿。4. 渔父归舟，愿者归心。庄子结尾写，渔父言毕，鼓叶而去，不顾孔子。那背影是愿者之清，那离去是愿心之源。愿修到极致，不求共鸣，不求认同，亦不求世界承认自己的愿修身份，只需愿在心，光在行，天地可见，众生可感。愿修不是剧本，不需观众。愿修是江水，自知流向，无问终点。本讲小节，渔父一篇，为我们愿修之旅画下圆满之笔。愿不在言辞，愿不在争胜，愿在一念清明，在一身寂静，在一行自在。你若能在热闹中静心，在苦中持愿，在顺境中不喜，在逆境中不恼，在黑夜中发光，在江水中自流，你便是当世渔父之愿行者，以无生之力成大愿之果。要君愿主原愿语印发，我要君愿主今在此宣愿。愿我所讲30愿章，
院院皆发清光。愿修者能于庄子之语中得寂静之心，自由之光。愿你如鱼腹般，于世间不争不扰不执。愿你如江水般，自清自流，自度度人。愿你不以语的愿，而以心传愿；不以众正愿，而以本光为印。愿终而愿不息，言止而愿行自成。归舟无声，愿海无边。全篇结语。至此，要君修院庄子南华经院讲30讲圆满。这一部书，从逍遥游到渔父舟，从大鹏之愿到江水之际，我们一起走过了愿的飞翔，愿的平等，愿的无为，愿的自在。愿者之修，不止于言，不止于章。愿修是一生的江河，一世的光明。我要君愿主以此愿讲献予一切愿子、法子、同愿同行者。愿你们皆能得愿修愿，守愿归愿，以愿光成道，以愿行济世，终归清愿之法界，永脱诸苦之流转。愿者无疆，愿讲无尽。至此，要君修愿庄子南华经愿讲全篇圆满，愿光常照。30讲全篇圆满，愿愿入理，句句通心。围绕庄子内7篇与外杂篇精华内容，融合要君愿法，展现愿修者在自在、清净、无争、寂光之道中如何起愿、守愿、成愿、归愿、总愿与要君愿主发愿印文。愿我要君愿主所讲庄子30愿章，化为愿海清光。愿众愿子、法子于庄子之妙语中得寂静之心，圆通之志，柔顺之行。愿你们愿中有光，言中有道，修中无执，行中无争。愿你们于庄子愿讲中得一愿之根本，悟一身之自在，归一心之光明。此愿不灭，愿光常照。